全体注意，准备战斗。是。这里全是各种恐龙的幼体，看来哀牢山中出现的恐龙和这里脱不了干系。队长，你看，这底座上好像是樱花国的标记。樱花国居然在我大夏境内大批量培育本该灭绝的史前恐龙，他们肯定有阴谋。快，留存证据，马上撤！夏国人看到了不该看的，就留下来给我的宝贝们当饲料吧。开火，保护好专家，找机会冲出去！给我把它打成筛子！我掩护，你们护着专家，找机会撤出去。对不起，是我这个队长没用，没有保护好你们。我不但没有死，还变成了一只迅猛龙。可我应该怎么离开这里？检测到宿主执念不散，吞噬进化系统已绑定，万物皆可吞，宿主可通过吞噬无限进化，吞噬目标越强，获得的进化点越多。吞噬就能进化，好，只要能活下去，变成怪物又如何？只有活着，才有机会覆灭樱花国的阴谋，为死去的同伴报仇。万物皆可吞，那就先拿这舱内的营养液开胃，给我吞！吞噬高浓度营养液成功，获取进化值30点。恭喜宿主完成首次吞噬，获得技能撕裂巨力。给我！让那只迅猛龙幼崽跑了，不能活戳就直接射杀。不好，还真当我是活靶子了。就是这里，撕裂巨力，给我开！巴嘎亚路！逃出实验室后，我东躲先藏，靠着不断吞噬猎物，体型已经长到2米。但这帮樱花国人显然给整座山投喂了变异药剂，这里的生物越来越不正常了。空有蛮力没有脑子，给我去死吧！哼，一条变异的狼，居然敢打我的主意，今天就拿你打牙祭！越级吞噬装甲狼，恭喜获得进化点800，获取被动技能嗜血。攻击时会附带撕裂流血效果，还是得吞噬变异的怪兽，不但进化点给的多，还会得到新技能。这是枪声，是樱花国的人，还是搜救队进山了？我得去看看。快，别停！毒液有强腐蚀性，咱们的战术服扛不住，大家别聚在一起，呈扇形撤退。不行，我不能那么自私。如果呼救，队长他们回来也是送死。还没有探查出哀牢山异变的真相，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吗？敢动我大夏的人，找死！该死的怪物，想吃大夏的软妹子，混过你霍爷的爪子了吗？救我的居然是只恐龙！这怪物的毒液具有强酸性，恐怕我的鳞片也扛不住。不过它喷毒前摇太长，看我怎么溜它！不要和它硬拼！双颈毒龙的死穴在第2节颈骨处，那是它全身防御最薄弱的地方。哼，
这小丫头还挺懂行。去死吧！撕裂巨力，给我开！吞噬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进化值4000点，剥夺技能腐败吐息。当前进化值已满，是否立即开启变异进化？暂不进化。别怕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谢谢你救了我。如果我能早点拥有这样的力量，那些同伴是不是就不会牺牲了？苏专家，你在哪儿？太好了，队长他们回来找我了。苏专家，你在哪儿？苏专家，你在哪儿？这不是野兽，这种规避动作、寻找视野藏区的意识，都充满特种作战的影子。您是说他接受过专业的训练？可那是一头恐龙。统领大人，他救我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的眼神里没有兽性，他是为了保护我才现身和双颈毒龙搏杀的。哀牢山的水很深，之前的考察队才刚失踪，现在又牵扯出史前恐龙。根据线报，还有不明境外势力暗中活动的痕迹。传我军令：第一，即刻封锁哀牢山，列为3S 级军事禁区，苍蝇也不许飞出一只。第二，让猎龙特种队进哀牢山，不惜一切代价找到考察队。第三，找到他，设法接触。如果是朋友，大夏绝不亏待；如果是敌人，那就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抹杀。骨骼重组中，基因序列优化完毕。我感觉现在全身充满了力量，试试辛巴来的腐败吐息。这威力也太恐怖了！樱花国的杂碎们，下次见面，老子免费给你们做个全身酸护理。再次进化需要2万点进化值。2万点？系统你抢劫啊！之前的倍率呢？这次怎么直接翻了4倍？宿主，这就是变异进化的代价。宿主如果不满意，可以洗点重练，退回普通迅猛龙形态。让我退档？这怎么可能？在樱花国这种大敌面前，普通恐龙就是炮灰。既然他们在这座山里养了那么多变异怪物，那我就把这里当成我的顶级自助餐厅。我操！遇到空军了，这体型绝对是樱花国培养的高级货。会放波，老子也会。腐败吐息。好强的冲击力！幸亏变异出了纯金鳞片，换做以前已经被切成2半了。我没有制空权，在平地硬刚只有被当靶子弹的份儿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先战略性撤退。各小队注意隐蔽，呈网状搜索，务必找到失踪的科考队，同时密切留意那只迅猛龙的踪迹。这叫声太恐怖了，山里肯定还有其他变异怪物，也不知道那只迅猛龙会不会遇到麻烦。坏了，没路了。既然跑不掉，那就和你玩把大的。15米、10米、5米，就是现在！想吃老子，得拿命来换！撕裂巨力，
嗜血，统统给我发动！撕裂巨力，嗜血，统统给我发动！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跳崖肯定死不了。那帮写小说的真没骗我。翼龙兄弟，你的身体我就笑纳了。吞噬高级风系变异基因，获得进化值15000点。当前进化值已满，恭喜宿主触发极低概率事件血脉突变，宿主即将进入深度沉睡。本次进化时长12小时。上次变异进化才4个小时，这次居然要12个小时，看来会有大惊喜。这次晋级不但身体超过6秒，还进化出了一对羽翼。我现在也是陆空双栖，从今天起，这片天空也是我的地盘了。这种俯瞰山河的感觉就是爽，让我看看樱花国的人到底藏在哪个老鼠洞里。原来我们上次闯入的只是一个据点，这里才是主基地。这么多怪兽，如果让他们突破哀牢山，冲进大夏的城市，那将是一场毁灭级的灾难。报告统领大人，哀牢山深处检测到极强的高频能量波动，这种能量正在疯狂汲取周围的磁场，持续下去，哀牢山的地质结构都会崩塌，整个西南板块都会发超强震。混账！这群境外贼寇到底在干什么？我能感觉到这片土地好像在哭。你曾经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出现，拯救了我。如今大夏遇到了危机，你还会出现吗？不对劲，我感觉周遭能量在迅速流失。樱花国人做了什么？快了，还差最后3%，这龙脉就会被彻底榨干。大佐，它的原始活性基因正在发生畸变，破坏力至少超出上一代5倍。这就对了。等这一代试验品全部成长起来，他们将成为我们大樱花王国征服这片国度的死神。不好，磁场数据彻底乱了，哀牢山的深层结构正在发生大面积塌方，继续下去，整个西南地块都会产生脉冲震荡。马上把坐标传给冷风，让他立刻赶过去，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找到磁场动乱的根源。除我龙脉，抽我气运，还想覆灭我大夏，我绝不会让你们的阴谋得逞！给我破！给我破！那是什么东西？快阻止他靠向能源体！靠这些就想阻止我，做梦！快拦住他！这只是利息，我那些牺牲的同伴还等着你们来偿命呢！八嘎亚洛，赶回我的能源体！我要把它撕成碎片，给我杀了它！302号，快去杀了那只怪物！靠气运催熟的畸形怪，也敢在我面前叫嚣？今天就拿你祭旗！这大家伙居然还有远程攻击，得小心应付。撕裂巨力！
该死！这怪物不仅防御力强，连力气也比我大。刚刚金刚霸体差点就撑不住了，而且我能感受到他的力量还在不停上涨，绝不能和他硬拼，必须速战速决，让你尝尝加量不加价的腐败吐息。这只会飞的迅猛龙拥有极高的战术智商，根本不是普通野兽。查！我要知道它是哪一批次的试验品。山本大佐，所有成熟实验体都有记录，而且体内都安装了控制芯片。除了什么？快说啊！不久前2号基地有一只迅猛龙实验体逃跑了，可无论颜色还是体型和这只都对不上，而且那只也没长翅膀啊！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赶快去查呀！算了，还是先解决眼前这个大家伙，然后赶快离开。论制空权，你还差得远呢。好机会，撕裂巨力！吞噬高阶变异霸王龙成功，获得进化值5000。检测对方曾注入过龙脉精髓，额外奖励进化值10000点。恭喜宿主获得新技能金刚霸体，防御力提升300%。太好了，防御力终于上来了！警告：1号实验室结构破坏率达80%，即将坍塌，请工作人员快速撤离。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8个压路，给我把他打下来，绝对不能让他活着离开！哼，如果是来基地前，我还会怕你们的热武器，现在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绝望！金刚霸体，给我开！不可能，他的防御力怎么会如此变态？大佐，不要慌，我们还有怪兽大军呢。那还不快把那帮怪物放进来！可是，一旦把怪兽放进来战斗，恐怕整个要塞都要被摧毁。闹出这么大动静，你以为夏国人会没有察觉吗？这个要塞必须被放弃了！现在马上把这只迅猛龙给我灭了！是，我马上召怪兽大军进来。不好，樱花国的人要用那些怪兽来对付我，我得赶快撤离。不过走之前，我还得还你们大礼。腐败吐息！终于安全了。这次虽然很凶险，但是成功毁灭了他们窃取龙脉阴谋，还破坏了他们的主基地，真痛快。检测到宿主当前可用进化值超过2万点，是否选择立刻进化？立刻进化。扣除2万进化点，进化开启。恭喜宿主获得特殊辅助技能吞吸，能够控制并吸附体型不超过自身2倍的敌人。这次进化虽然身体只是略微强大了一些，但我隐约察觉到体内有一丝古老神圣的血脉正在苏醒，只是系统没有任何提示，看来还是自己多尝试才行。很实用的技能，以后捕猎可就方便了。声音是从西北方传来，听着就是个大家伙，不如去转转，反正打不过跑就是了。任务取消了，收到。奇怪，之前下命令时那么着急，怎么会突然又取消了？不好！怎么会这样？全员警戒！这里生命体征异常活跃，随时准备战斗。
料记载要大好几倍。快分散开，集中火力打他的眼睛！苏专家，快躲开！这次真的躲不掉了吗？是他吗？这也太倒霉了，一个没解决，又来了一个，还是个会飞的。为什么这只会飞的恐龙让我有一种熟悉的感觉？这大家伙可真硬啊，震得我头晕眼花。幸好是在岸上，它行动不便，不然还真不好对付。好家伙，这是知道在陆地上不占优势，想跑回水里，门儿都没有。这大块头力气太变态了，在岸上拼力量，我竟然占不到便宜。一旦让他进入湖中，我根本不是对手，必须限制他的行动，让你尝尝我最新领悟的绝招——吞吸！就是现在，腐败吐息，撕裂巨力！差点翻车，这大家伙不愧是水陆两栖的，还真难缠。不过，这回报肯定也很丰厚。吞噬高阶水陆变异棘龙成功，获得进化值12000点。恭喜宿主获得新被动技能水陆两栖，可在水下自由呼吸与互动。宿主基础吞吸能力进阶为深渊吞吸，可形成立场牵扯敌人。还不错，水陆空三齐，以后碰到打不过至少能跑。不过这次却没有感受到那种古老神秘的血脉之力，难道是能量不够？一旦他对我们发起攻击，我来掩护。你们保护苏专家迅速撤退。队长，这家伙连那么大的变异棘龙都能猎杀，你确定你能掩护我们撤退吗？苏专家，你疯了！快回来啊！不要开枪！冷队长，是他，真的是他！队长，苏专家这是什么意思？苏专家是不是想表达，这就是陈统领让我们寻找的那位？苏专家不会认错龙了吧？陈统领给我们的影像里是一头2米高的黑色的迅猛龙，这头长着翅膀的金色巨龙最起码有6米啊！虽然颜色和外形变了，但我不会认错他的眼睛。谢谢你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刚才如果不是你，我们已经全军覆没了。算你这小丫头还有点良心，没白救。全体都有，解除武装锁定。我是大夏猎龙特种大队队长冷锋，感谢您救了我们，也感谢您守护大夏的疆土。军民鱼水情啊，终于跟组织搭上线了。他居然真的听得懂我说的话，还会行军礼。我就知道你是最厉害的。他在哪儿？解除警戒，全体立正，敬礼。尊敬的朋友，你生有金鳞白翼，又屡次救我同胞，堪称是我大夏的瑞兽啊！大夏军方有恩必报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西南战区最尊贵的座上宾。这位气场沉稳的老将军，应该就是陈统领了。果然有眼光，这都把我捧成瑞兽了，那我也不能太高了。军需官，马上腾出营地里最大的建筑，一应吃喝都要提供最好的，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。统领大人放心，我一定让咱们的贵客感受到什么是宾至若归。太好了，终于不用在原始森林里茹毛饮血、风餐露宿了。各位首长，
哀牢山腹地已经彻底失控，不仅出现了变异棘龙这种恐怖的水陆双栖巨兽，还有大量变异生物和史前恐龙，而且我们还发现了樱花国的活动踪迹。我怀疑，这一切都和他们脱不开关系。樱花国竟敢在我大夏的领土上秘密培育怪兽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！统领大人，那只特殊的迅猛龙，虽然目前对我们表现出了善意，但它拥有极高的智商和恐怖的破坏力。如果它一旦失控，我们营地现有的火力恐怕无法压制。这头迅猛龙不是怪物，是我们的朋友。从他不止一次救人的行为，已经证明了他的立场。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尽快研发出与他顺畅沟通的方法。我们需要一个他信任的人，来负责他的起居。统领大人，那只迅猛龙似乎对苏专家有着极为特殊的感情，在哀牢山每次遇到危险，他都会优先保护苏专家。苏小小是生物学专家，这只迅猛龙还救过他2次，由他照顾也算最好的选择了。好，从今天起，由苏小小全权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，作为军方与他沟通的唯一负责人，任何人都不得随意干涉。不错，这里虽然是库房临时改造，但是采光很好，地上铺的垫子也很软。吞噬普通牛肉获得1点进化值。虽然普通类给的进化值少得可怜，但这鲜嫩的口感可比那些变异的丑东西好太多了，就当是精神抚慰吧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首长已经下令，由我来专门负责照顾你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专属联络官了。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既然你有一身这么漂亮的金色鳞片，又这么威猛，那我以后就叫你大金好不好？大金，这名字也太草率了吧！我就知道你肯定喜欢。算了，看在你这小丫头这么软萌的份上，大金就大金吧。大金，不管樱花国有什么阴谋，大夏军方和我一定会和你并肩作战的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。是啊，苏专家，这是之前科学院研发的脑波神经元翻译项圈，曾经成功将猫狗的思维以人类语言播放出来，也许我们的迅猛龙朋友能用上。这么神奇，有了这个项圈，不就能自由和动物交流了？怎么之前从来没听说过呢？动物的智商普遍太低，所以交流的过程不尽如人意，而研发成本又太高，很难盈利，所以这个项目去年就被搁置了。别这么伤感，这不就刚好派上用场了吗？我们让科学院提供了项圈，连夜把它改装成迅猛龙能使用的大小，快来试试效果。大金，快过来试试。科学院还真有2把刷子，我终于不用当哑巴了。让我先来试个音。喂，听得见吗？大金，你真的能说话了。苏小小，我要声明一点，不要再叫我大金，这名字实在太土了。太好了，你居然真的拥有和人类交流的智慧。陈统领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我本身就是一名人类，我叫霍征。你居然是人？你们什么都不要问，先听我说。陈统领，现在情况10万火急，樱花国在哀牢山的布置远比你们想象的还要恶劣100倍。霍征，快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。半个月前，我们发现哀狼山生物磁场波动紊乱，所以我带队进入哀狼山。畜生，竟敢动我大夏龙脉，窃我国运，当诛！想不到霍征你也是一名战士，放心，你的牺牲不会白费，我一定会为你和科考队的同志们报仇的。陈统领，我还没死呢，这仇我想自己报。我想起来还有个紧急军事会议要回去开，霍征你有什么需求都可以告知苏小小，只要不是太过分，我们都会尽量满足。诸位，这已经是关乎我大夏生死存亡的国运之战。樱花国妄图用巨兽军团颠覆我华夏，我们能答应吗？杀！统领大人，您下令吧。猎龙特种舰队就算拼到最后一人，也绝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。冷风，我给你重武器权限，你率领猎龙特战队重返哀牢山，将所有变异生命体都给我清扫干净。统领大人，有些怪兽太过强大，我们恐怕……放心吧，霍征会配合你一起行动。那太好了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犯我大夏者，虽远必诛！虽远必诛！苏专家，我们这次是去战斗，不是去游玩的，你跟着我们非常危险。冷队长，陈统领让我贴身照顾霍征，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。你这不是胡闹吗？霍长官，冷队长叫我霍征就可以。再说，单论级别，你可比我高多了。好吧，霍征同志，你就任凭苏专家这么胡闹？放心吧，他的安全由我负责，而且这事儿陈统领也知道。统领大人也同意。那当然了，你以为我是那种不顾大局的人吗？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无话可说。进山后跟紧我。所有队员听令，出发！
打他的足跟进，阻止他的冲刺速度。霍征，他背甲处已经受伤，我们会给你创造攻击空档。兄弟们，开火！就是现在！小小，抱紧我！撕裂巨力，给我看！吞噬变异巨蜥成功，获得进化值2000点。和正规军协同作战就是舒服。霍征，你太厉害了！霍征，这已经是我们今天剿灭的第4波变异巨蜥了，弹药消耗得很快，可这哀牢山实在太大了。队长，雷达显示西北方向15公里外又出现了一批密集的生命体征。照我们这样一个个找，费时费力不说，就算累死在这里，也根本清剿不完这些怪物。你说的对，就靠我们这些人在广袤的哀狼山里玩猫捉老鼠，效率确实太低了。霍征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既然樱花国能组建巨兽军团，我们为什么不能照葫芦画瓢呢？你的意思是，刚才雷达显示的生命体，我之前在高空侦察时留意过，那里盘踞着一群数量庞大的变异獠牙巨蛛。獠牙巨蛛虽然单体战斗力不强，但胜在皮糙肉厚，而且是群居动物，数量惊人，嗅觉格外灵敏。只要我们能收服那头巨蛛头领，整个哀狼山里的变异怪物都会无处遁形。我们生物院不久前研制出一种精神药物，可以一定程度地控制生命体听从指挥。我可以立刻向上级申请，不过这种药还在完善中，不太稳定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有办法能收服变异獠牙巨蛛头领。霍征，这群畜生数量太多了，正面硬克，我们的火力恐怕压制不住。要不我们再后撤，挖好陷阱，再引他们自投罗网。不必如此，兵贵神速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数量没有任何意义。可那头巨蛛头种被几百头小弟簇拥着，我们怎么抓活的？今天就教教你们，什么叫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，看好了。深渊吞吸，给我起！给我上来！一个阶下囚还敢对我发脾气，正好拿你试验新技能。系统开启怒意功能。怒意技能发动，当前成功率20%，消耗10000进化点。目标精神力反抗激烈，度意失败，扣除10000进化点。靠，10000进化点就这么打水漂了？老子难道连你这一头猪都压不住？再来！目标精神力反抗激烈，速意失败，扣除10000进化点。我就不信邪了，再来！目标精神防线崩溃，如意成功。恭喜宿主获得变异獠牙巨蛛头领的绝对控制权。小意思，不要大惊小怪。天啊，我的3万点进化值就换了这么一头猪，这波血亏啊！霍征，你这是直接收编了一支野战军啊！冷队长，别愣着了，时间就是生命，这哀狼山里的垃圾也是时候该彻底清理了。是，霍征，想怎么做，我听你的。刚才花了我3万进化值，这笔债必须让樱花国的杂碎们连本带利吐出来，让你的小碎把这山里所有怪物和人类统统给我挖出来。小小，上来，我们的狩猎开始了。大人，这5头变异掠食龙的身体都非常健康，随时可以投入战斗。宝贝们最近状态都不错。要大佐的创世计划完成，这片土地迟早是我们大樱花帝国的。
敌袭！有什么东西冲过来了？慌什么？不过是一群蠢猪，准备射杀。这些猪群只是障眼法，是夏国人杀来了！快让变异掠食龙加入战斗！哈哈哈！愚蠢的夏国人，在伟大的创世基因面前，靠数量根本没有用！宝贝们，把他们连人带猪全部撕碎！该死！这怪物的皮太厚了，根本打不穿。队长，挡不住了，咱们先撤吧，等支援到了再来围剿。不行，一旦撤退，这帮樱花国人肯定会溜。而且我们还没有输，那位还没有出手呢。条吃了激素的杂交蜥蜴，也敢在我大夏的土地上耀武扬威。霍征，你终于来了。抱歉，冷队长，刚刚在营地不远处遇到2只风翼龙，霍征为了保护我，无法放开手脚，才耽误了时间。他们还有2只风翼龙，没关系，已经解决了。他把我们的2头风翼龙都给杀了。长着羽翼的金色迅猛龙，他就是山本大佐说的那个怪物。什么？是那个怪物？快让变异掠食龙撤回来！现在想跑来不及。深渊吞吸，给我起！也给你们洗个酸水澡吧，腐败土息！吞噬高阶变异掠食龙5只，获得进化值1万点。加上那2条风翼龙，之前花的3万点进化值已经回来1多半了。看来收服那头蠢猪也不算太亏。低贱的还得夏国人，等大佐的计划完成，伟大的神兽军团降临，你们全都要死！都成阶下囚了，还死鸭子嘴硬，把他们全部带回营地，交给统领大人处理。霍征，我们的弹药消耗的差不多了，其他物资也需要补充，必须暂时撤离，回营地进行补给。我们也是时候休息几天了，不过你们速度太慢，我和小小先回去了，我会让变异獠牙巨猪给你们护航的。霍征，你飞慢点，我要掉下去了。霍征，你的鳞片金光闪闪，真漂亮。小小，我是人，不要像对待宠物一样对待我。口是心非，水温还合适吗？左边翅膀根部再用力点，对，就是那里。别说，这小丫头的手法还真不错。算了，看在她这么卖力的份上，我就勉为其难的让她洗一下吧。俘虏全超了。樱花国在哀牢山腹地实施的叫创世计划，他们用琥珀保留下来的史前基因，疯狂培育恐龙和变异怪物，还想利用我国气运催熟巨兽军团，妄图颠覆我大夏领土。他们在哀牢山主基地的位置问出来了吗？问出来了，就在哀牢山最深处被浓雾笼罩的死亡天坑，和霍征记忆中的位置基本吻合。据霍征之前提供的情报，那里有几十个重装营地，防空火力网密布，而且上千只巨兽。上万只怪兽又如何？大夏的疆土岂容外敌践踏？传我军令，立刻调集西南战区所有重装甲部队和陆航武装直升机力量，我要把樱花国在哀牢山的势力连根拔起，犯大夏者虽远必诛。樱花国，你们的创世计划到此为止了。统领大人，各单位已经就位，随时可以发起进攻。很好，这次行动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记住，首战即决战，一战定乾坤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夏国军方来得真快，
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物资没有来得及撤离，资料全部销毁了吗？资料已经全部销毁，只是可惜了那些半成品，还不能离开培育廊，无法转移。顾不上这些了，带不走的全部销毁，不能给夏国人留下任何证据。马上把上千巨兽全部放出去，不能让夏国人好受。在我的地盘，轮得到你们这些残次品撒野？深渊吞吸，给我滚过来！再给你们加点料，腐败吐息。兄弟们，霍征已经给我们撕开了防线，重装甲部队给我从缺口杀进去，陆航大队全火力覆盖，掩护地面部队推进。痛快！没有制空权，这帮杂交怪物只配当活靶子。山本大佐，夏国军方的火力太猛了，加上那只会飞的金色怪物，我们撑不了多久了。那只会飞的金色迅猛龙，简直是完美的杀戮艺术品，它的力量和智慧远超我们在夏国培育的任何试验品。总有一天，我要培育出千千万万像它一样的杀戮机器。到那时，夏国一定会被我们踩在脚下。报告统领大人，敌方上千只变异巨兽已被全歼，但是樱花国高层已经提前逃离，设备也全部被销毁，我们攻下的只是一个空壳。看来樱花国早有后手，他们的创世计划不可小觑，这场战争才任重渊远啊！冷锋，我命你原地休整，仔细清点战场，绝不放过任何线索。是。报告队长，发现2个未被销毁的箱子。这种冷凝管是 A 国去年刚列装的。霍征，看来大夏接下来要面对的敌人，恐怕不仅仅是樱花国了。看来樱花国和 A 国已经联手了，暗处还有更大危机，我必须变得更强大。冷锋，想要对抗未来的危机，我需要更强的力量。霍征，我们是战友。你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。之前在战场上吞噬了10几只巨兽，体内那丝古老的神圣血脉明显活跃了很多，继续吞噬下去，我可能真的很快就能化为真龙。我必须继续吞噬巨兽尸体进行蜕变，只有这样我才会更加强大。我立刻向统领大人申请，但我也不敢保证能要到多少，不过我会竭尽全力为你争取的。多谢。统领大人，我不同意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何况那些巨兽尸体极具科研价值，我们怎么能给霍征？糊涂！只会盯着大夏正在面临什么样的浩劫。常规的热武器对付这些变异巨兽已经越来越吃力，难道你们想让大夏的战士们拿血肉之躯去填那个无底洞吗？樱花国可以，我们也可以，难道你也要动用我大夏的龙脉气运来圈养这种怪物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霍州虽然没有人类的身体，可是却有着一颗大夏战士的灵魂。既然霍州心系大夏，大夏就做他最坚实的后盾。传我军令，哀牢山所有变异怪兽尸体，除了采集下必要的科研样本，全部划拨给霍州。我要全力助他进化，给我们大夏喂出一个无敌的护国战神。坚决服从命令。没想到陈统领居然真的全给我了，大夏军方果然有格局。只要我成功进化成真龙，樱花国和 A 国那帮杂碎根本就不够看。吞噬变异三角龙，进化点加5000。吞噬变异剑龙，进化点加8000。吞噬变异霸王龙，进化点1000。霍征，你怎么了？系统，我感觉身体要被撑爆了。宿主不要慌，当前能量质值超载，即将开启深层蜕变。蜕变期间，宿主将进入沉睡，本次蜕变时长24小时。出什么事了？你快说啊！小小，我没事，只是马上要进阶了。24小时内我会陷入沉睡，等我醒了，再带你翱翔9天。大家进入戒备状态，一定要守护好光检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对
手人手不足，快守不住了！守不住也得守，留2人护住霍肯与苏小小，其余人随我支援。是。不好，有狙击手！樱花国的蠢货虽然没用，不过他们留下的暗道倒是没有出错，真是废物！看老子怎么把这颗蛋炸碎！不许碰它，去死吧！该死的臭虫！我答应过霍征，会和他并肩作战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你就别想伤害他。那你就和他一起下地狱吧。霍征，对不起，我尽力了。恭喜宿主蜕变成功，身躯长至30米，基础属性翻10倍，获得新技能风雷掌控，可召唤落雷与飓风。为什么？我明明已经唤醒了体内的真龙血脉，能量也足够了，可依然没有进化成真龙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敢动我的人，找死！小小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霍征，你终于醒了。法克，我派去的最强生化杀手都被那只怪物杀死了，这一切都是你们樱花国的责任。史密斯将军，事情已经发生，再追究责任已经没有意义。这头怪物的进化速度已经远超我们的预期，如果不立刻将其灭杀，大樱花帝国和 A 国将永无宁日。没错，绝不能让夏国掌握那只怪物，这会严重阻碍我们之后的计划。我有个办法。经樱花 TV 记者曝光，夏国军方在哀乐山秘密圈史前巨兽，妄图培养出变异兽王，称霸世界。目前 A 国已联合樱花国舰队陈兵夏国东海边境，要求夏国就此事给各国一个说法。无耻！明明是 A 国伙同樱花国搞生化实验，居然还倒打一耙！现在全球恐慌，形势对我们很不利，我们大夏正面临军事和舆论的双重施压。统领大人，猎龙特战队申请去东海前线和他们决一死战。冷风，我会亲自去东海前线坐镇，西南这边就交给你了。哀牢山那里千万不能放松警惕。统领大人，我怎么能？战士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不能说不行。这些年来你的能力我是看在眼中的，你不会让我失望吧？冷冲保证完成任务，不辜负统领大人的期望。小苏，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听冷风说，霍征进阶后不需要翻译相票也能说话了。这次进阶对力量的控制得到了加强，控制声带发声其实很容易。统领大人，信我们都看过了，我手里有无删减的视频原变，可以证明是樱花国和 A 国的阴谋。没用的，这只是个借口，在绝对的武力压制下，西方媒体根本不会给我们发声的机会。陈统领，既然他们不讲理，那就用拳头教他们做人，媒体方面交给你们处理。至于东海的那些铁皮罐头，就交给我吧，我会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苏小姐，夏国秘密圈养史前巨兽，企图称霸世界，难道不该向全球道歉吗？没有做过的事，我们大夏绝不承认。该道歉的是那些贼喊捉之的强盗。这就是真相。我这儿还有未删减过的视频，稍后会发给在座的各位。樱花国与 A 国勾结，在我大夏领土进行惨源人寰的生化实验，证据确凿，要称霸世界的谁，一目了然。人在做天在看，你们的阴谋不会成功的。我大夏15亿同胞誓死捍卫国门，绝不向侵略者低头。你们樱花国都是饭桶吗？这些绝密资料怎么会被夏国人拿到？将军阁下，我们的舆论打击失败了，现在只能动用武力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用实力碾压他们。夏国以为凭一只长翅膀的畜生就能翻盘，做梦！将军阁下，夏国有句古话，叫先下手为强。好，让咱们的舰队做好准备，给我踏平夏国的海岸线。东海海域检测到强大能量正裹挟海啸向沿海城市扑来。给我去实时画面。这
是 A 国的秘密武器利维坦。什么是利维坦？不行，绝不能让这头怪物靠近海岸线半步，哪怕拼光最后一艘战舰，也要把它拦住。陈统领，普通的战舰根本挡不住利维坦，让我去吧。霍征，你有把握吗？统领大人放心吧，我会帮霍征的。我们之前就在海下安装了大量声纳发射器，我会利用声纳和超级计算机为霍征实时分析利维坦的装甲弱点。小小，这次你做我的眼睛，我们联手作战。今天就让这些洋鬼子明白，大夏的领海，神明进行。这家伙的防御太强了，我的雷电只能给他刮痧。霍征，声道探测显示，利维坦的物理装甲无法从外部击破，但它的动力核心在腹部，那里的装甲有一处接缝，你可以尝试从那里进行突破。水下，那可是我的主场。不好，利维洞太狡猾了，他察觉到了你的意图，正在释放超强电流。霍征他撑得住吗？比玩电，我是他祖宗，风雷掌控，给我爆！不，这不可能！利维屯怎么可能会被杀死？该死的怪物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这是保佑我大夏的龙神啊！龙神威武，大夏万岁！连 A 国最高科技的结晶都被那只怪物徒手撕碎，夏国的报复不远了，我们拿什么去挡？完了，大樱花帝国全完了！慌什么？人类的常规武力对付不了他，不代表神明也不可以。大祭司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通知山本，立刻启动创世计划备选方案。大祭司不可啊！我们可是要闭嘴了！只要能拉着夏国一起下地狱，就算抽干我大樱花帝国100年国运又如何？让山本以穷土山100万生灵为祭，唤醒那位灭世凶神。真的走到这一步了吗？八岐大社一旦被唤醒，那就是玉石俱焚呐！对，我就是要玉石俱焚。远古的封印已经碎裂，伟大的八岐大神，请引进这山上生灵之血与100年国运，统领世间吧！苏醒吧，去撕碎夏国的巨龙，毁灭这个世界！是地震了吗？报告统领大人，根据雷达，能量波动的源头在樱花国方向。给我贴实时画面。天哪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简直就像是从地狱爬出来的邪神。好恐怖的威压，这是什么样的存在？居然让我感受到强烈的威胁与渴望。如果能吞噬掉对方，我绝对能进化到最终形态。那是樱花国的方向，好浓郁的气运之力。丁，系统发布终极任务，检测到樱花国用100年和100万生灵唤醒远古邪神八岐大蛇。八岐大蛇好大的牌面，居然惊动了系统，还给我发布了终极任务。不过这次的任务压力山大啊！陈统领，我刚刚探测到樱花国唤醒了远古八岐大神，快拉响警报，全国进入 SSS 级戒备状态，东海舰队做好应战准备，绝不能让八大神靠近大夏半步。没有用的，这种级别的怪物一旦靠近大夏近海，哪怕只是战斗的余波，沿海城市也会生灵涂炭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与其御敌于国门之外，不如直捣黄龙，踏碎他的神座。等我归来时，大夏将迎来真正的神龙。霍征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，大夏不能没有你，我也不能没有你。放心吧，小小，我还等着恢复人类之躯，亲自拥抱你呢。你说话要算数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大夏15亿同胞等你凯旋，定不负统领大人所托。
不过是一只会放电的变异蜥蜴，还真当自己是神登城，居然妄想闯过我们的无敌舰队！第四将军听令，不惜任何代价，一定要杀掉这只怪兽，为利维同报仇。A 国舰队是傻了吗？既然你们自己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蝼蚁也敢撼树！他是魔鬼，根本不是我们能对付的。史密斯将军害死我们了！蝼蚁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我不想死！灭世雷霆弱！八岐大蛇，我来了！还是来晚了一步，好恐怖的能量波动啊！大樱花帝国哪怕沉没，也要拉着全世界葬！伟大的八岐大神，尽情去破坏吧！我倒要看看你这条长虫有多大本事！腐败吐息！这邪神果然厉害，仅仅一个头就不好对付。这么勇猛吗？他该不会一个头一种功能吧？那我还打个屁呀！樱花国本土的地震已经超过10级，他们的陆地板块正在加速沉没。那头怪物太可怕了！统领，能量读数爆表，它的核心正在膨胀。那怪物足足有上百米大，攻击手段又那么多，霍征他怎么可能赢？那是赌上了樱花国100年国运和无数生灵才唤醒的灭世邪物，怎么可能不强大？霍征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。该死！我这10倍强化过的身体也不是他对手。长了8个脑袋就了不起吗？风雷掌控，给爷死！撕裂巨力，给我断！也不过如此嘛，看我今天怎么把你削成光杆长虫！这玩意儿还能无限再生，这还咋打？愚蠢！八岐大神身上凝聚着大樱花帝国100年的国运，在这片土地上，他是不死不灭的！好可怕的攻击力！我的金刚霸体跟纸糊的一样，根本抵挡不住。这次真的要死了！杀了他，让夏国人品尝绝望的滋味！霍征，你站起来！你答应过我，一定会活着回来的。霍征，大夏15亿同胞都在等你凯旋的消息呢。作为一名战士，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认输。小苏，先别哭，还没到绝望的时候。统领大人，你有办法救霍征？把我们这里的画面同步到国内所有电视平台。
民众们，我是大夏西南军区及东海战线总负责人，在这里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沉重的消息：我们大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。事情就是这样。霍征为了守护大夏孤军奋战，他快撑不住了。我们不能让英雄孤军奋战，大家一起为咱们的守护者祈福吧！同胞们，我求求你们帮帮他吧！霍征，你要坚持住，大夏与你同在。霍征，你是我们的英雄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冷风，马上启动哀牢山的龙脉大阵，我要把大夏15亿民众的信仰与国运全部给霍章送去。是，大阵马上启动。好累，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了。霍征，你一定会活着回来！大夏15亿同胞都在等你凯旋。小小，陈统领，我恐怕要食言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就是得罪大樱花帝国的下场。伟大的八岐大神，品尝你的美食吧！我们不能让英雄孤军奋战。我求求你们帮帮他吧！征，你要坚持住，大夏与你同在。霍征，你是我们的英雄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陈统领，小小，大夏的同胞们，我听到了，你们没有放弃我，那我也不会放弃自己。宿主成功接收15亿民众信仰加持的大夏气运进化开启。难怪之前吸收了那么多能量都无法进化成真龙，感觉就是差了些什么。原来是缺少气运和信仰之力，我真是太蠢了。龙是大夏的祥瑞图腾，死后化为龙脉，镇守气运，受众生膜拜。没有气运和信仰之力，吞噬再多也不可能化凡为龙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如此强大？伟大的八岐大神，快杀了他！快啊！虽尔小国妄敢称神，若他是神，那我今日就要屠神。好强大的杀意！他莫非知道我在这里？蝼蚁之躯，妄图吞噬我大夏气运，真是异想天开。不过不要紧，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他做到了，霍征，他真的做到了！无齿金龙，这是我们大夏神话中的至高图腾，天佑大夏呀！霍征，去吧，撕碎他们，让全世界知道，大夏神圣不可侵犯！区区爬虫也敢在真龙面前放肆！神圣龙息，给我灭！不，我的神啊！今天就让你这井底之蛙知道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神！赢了，我们赢了！从今以后，谁再敢觊觎我大夏，就要做好覆灭的准备。霍征，你不仅是我的英雄，更是整个大夏的守护神，我以你为荣。现在想求饶了，
晚了，龙之逆鳞，触之必死。今日我当化为龙神，给我吞！不，大樱花帝国的国运就换来这种结果。终于没有苍蝇在耳边乱叫了。成功吞噬远古邪神八岐大蛇，恭喜宿主获得最终能力进化法则，宿主已突破生物极限，成为新一代龙神。我终于掌控了进化法则，可以回归人类社会了。所有人听着，今日八岐大蛇已灭，大夏国土神圣不可侵犯，犯我大夏者，虽远必诛。犯我大夏者，虽远必诛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史密斯，总统请你去一趟。总统这是要让我背锅了。终于结束了，系统启动进化法则，我要重塑人类肉身。丁，进化法则已启动，正在为宿主重塑人类躯体。小小，我回来了。霍征答应过我要恢复人类秩序，他做到了。霍征，欢迎回家！霍征，恭喜你凯旋而归。霍征他胜利了，我们的龙神要回来了！大夏万岁，龙神威武！龙神大人，我们 A 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，之前发生的不快都是误会，一切都是史密斯这个疯子擅作主张，我们把他交由大夏发落，任杀任剐，绝无怨言。总统先生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为了 A 国。闭嘴！你这个企图破坏两国友谊的罪人，我和你势不两立。龙神大人，大樱花。不，樱花国愿无条件共享所有顶尖科技，并每年拿出100亿的专项资金用于贵国的科研开发。只求龙神大人千万不要对我国降下神罚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这帮软骨头，打疼了才知道跪下喊爷爷。你们在哀牢山造的孽，用这点东西就想买命？签了他，大夏就对之前的事既往不咎。各位，就在今天 ，A 国与樱花国已正式向大夏低头认罪，并交出一切核心科技与天文数字的赔款。但这些不是今天发布会的重点。我要借着这难得的机会，正式对各国承诺：我们大夏永远不参与争霸，安心发展经济。有需要帮助发展，我们扫踏相迎。但是如果有谁把大夏的仁慈当成软弱，那我们的剑也未尝不利。现在，有请我们大夏真正的英雄——龙神霍征。我霍征，是你们口中的龙神，也曾是大夏的一名普通战士。今天我以人类之躯站在这里，就是要告诉全世界，大夏的龙脉不仅在地展，更在15亿人民的心中。只要心怀大夏，那便人人如龙。万岁，龙神威武！我终于回来了。你终于回来了。这来之不易的盛世，我绝不会再让任何人夺走。
你们这些新兵蛋子记住了，龙神在天，我们戍边，大夏的疆土由我们共同守卫，助手我们保卫大夏。A 国和樱花国的天价赔款和科技共享，让大夏的科技取得了飞跃式的进步。现在大家的生活真的好幸福。是啊，这盛世正如我们所愿。那你还会再变成那个威风凛凛的龙神吗？只要大夏遇到危机，龙神会随时出现，撕碎一切敌人。属于大夏的新纪元已经正式开启。